中国历史上单人武力值最强10大武将。本期虎先生奇谈盘点中国冷兵器时代单人武力值10大天花板。本榜单结合24史正史实战与民间公认评价，只论纯个人武力，核心参考4大标准：临场单挑、冲阵破营、近身搏杀、绝境生存，不看统兵谋略、官职高低、忠义名望。盘点10位史书盖章，实打实的绝世猛将。第10名，大明开路先锋常遇春。常遇春是明初唯一无败绩的先锋斗将，正史认证的大明万人敌。他草根出身，天生神力，精通骑射与近身格斗，一生征战留下狂言：我用兵数10万，横行天下，未尝一败。纵观历代开国猛将，敢说此话且全程实战兑现的，仅有常遇春一人。他的战力全部来自硬仗绝境。经典的采石矶之战，援军沿江固守，箭雨密布，江面凶险，大军无法登陆。常遇春独自驾舟冲破水上防线，一跃登岸，在援军重兵合围下持刀冲杀，连斩数十敌兵，硬生生杀出登陆通道，为大军破局立功。此后北伐灭元，横扫中原。常遇春每逢恶战必定冲在最前，他擅长单骑冲阵，千军万马来去自如，不靠谋略，只凭勇武撕裂敌军阵型，是明初最顶级的攻坚杀神。虎先生点评：常遇春一身战力淬炼于尸山血海，悍不畏死，冲阵无敌，是明朝单兵近战的武力天花板。第9名，盛唐门神猛将尉迟恭。尉迟恭，初唐顶级斗将，凌烟阁功臣，也是家喻户晓的门神原型。初唐之中，论马战单挑、夺槊破敌、单骑护主，尉迟恭稳居第一。新旧唐书均明确记载，尉迟恭精通独门绝技避槊、夺槊、反杀。隋唐武将主流对战兵器为马槊，敌将持长槊全力冲刺，他总能侧身闪避，徒手夺槊，反手斩敌，一生单挑从无败绩。虎牢关之战是其封神之战，李世民侦察遇险，被王世充数万大军围困，猛将单雄信直扑李世民，危在旦夕。尉迟恭单骑杀出，一槊重创单雄信，震慑敌军全军。随后护着李世民于万军之中从容突围。玄武门之变中，他孤身斩杀齐王李元吉，震慑两军，稳住朝堂大局，百战沙场，屡次身陷重围，皆能凭个人勇武杀出活路。马战近战皆为初唐顶尖水准。虎先生点评：尉迟恭马槊战力古今罕见，单挑全胜，绝境护主无敌，是盛唐实打实的单兵战神。第8名，南宋铁血战神杨再兴。谈及正史百人斩、千人冲阵猛将，岳家军杨再兴是两宋战力天花板。他拥有正史完整记录的千人斩战绩，凶悍程度冠绝南宋乱世。杨再兴归降岳飞后，成为岳家军头号攻坚猛将，作战风格极致凶悍，以身破阵，悍不畏死，每逢大战必孤身突阵，肆意杀敌。其巅峰绝唱为小商河之战，完颜宗弼率数万金国铁骑南下，杨再兴率300骑兵遭遇金军主力，陷入重围。他放弃突围，率部死战，单人反复冲杀金军大阵。此战他独斩金军2000余人，斩杀数十名高低级将领，身中数十箭，每中一箭直接折断箭杆，继续厮杀，直至力竭战死。战后焚尸，从其体内烧出铁箭头2升有余，惨烈悲壮，千古罕见。两宋300年，无人能复刻这般绝境、肉身破阵的恐怖战绩，仅凭铁血勇武，名留青史。虎先生点评：杨再兴是正史认证的超级百人斩、千人敌，将绝境肉身搏杀发挥到了古代战场的极致。第7名，隋唐绝世神将薛仁贵。薛仁贵历经唐初2朝，征战数十年，是隋唐罕见的全能型武道强者，近战、远射、冲阵、突围无一不精。他天生神力，剑术冠绝天下，最知名的便是3箭定天山，回合9幸10万铁骑犯边，两军对垒，薛仁贵临阵3箭射杀3名敌将，10万敌军心惊胆寒，直接投降归降，一战平定边疆大患。征战高句丽期间，数十万敌军列阵对峙，士气鼎盛。薛仁贵白衣披甲，持戟跨弓，单骑直冲数十万敌阵，孤身冲杀撕裂敌军阵型，唐军顺势大胜。一生征战，薛仁贵斩将无数，从无单挑败绩，多次身陷重围，单骑突围，斩杀敌将，全身而退，以一己之力多次扭转战局，综合武力冠绝隋唐。虎先生点评：薛仁贵全能武力千古罕见，
集力量、技巧、远攻、近战于一体，是隋唐无可替代的绝世神将。第6名，南北朝无敌斗将冉闵，五胡16国乱世猛将云集，而冉闵是那个时代碾压群雄的单兵战力天花板。晋书记载，冉闵勇武近乎非人，是华夏历史冲阵最狂暴、搏杀最凶悍的猛将。冉闵身长8尺，勇力绝人，惯用双刃矛与勾戟双兵作战，攻防兼备，杀伐凌厉。他常年以少击多，数次以数千步兵硬冲数万胡人铁骑，屡战屡胜。其最震撼的一战，被鲜卑数十万大军合围，麾下兵马全部战死，只剩他孤身一人。即便如此，他依旧策马冲杀，在数万军中往复拼杀，连斩数百敌军，击杀数十敌将。战马累毙后，他下马步战，死战不退，直至力竭被擒。24时之中，单人面对数十万大军围困，步骑双绝，斩杀数百敌军，仅此一人。虎先生点评：冉闵代表着乱世极致的杀伐之力，绝境单兵，战力碾压时代，是纯暴力武力的千古巅峰。第5名，隋朝开国战神史万岁。世人熟知隋唐秦琼、尉迟恭，却极少知晓隋朝正史第一猛将史万岁。他是被严重低估的千古战神，一生单挑、冲阵、突围全无败绩。史万岁出身将门，自幼骁勇善射，少年从军，勇武冠绝天下。他最擅长单骑闯阵，阵前单挑，作战利落潇洒，百战不败。突厥南下犯边时，突厥人崇尚武力，提出单挑定两国胜负。隋军派出史万岁，两军阵前一招斩杀突厥头号猛将，突厥全军震慑，当场求和，长期不敢南侵。他多次孤身深入敌境，遭遇重围，皆能从容突围，斩杀追兵无数，南征北战数十年，逢敌必胜，是隋朝唯一被正史记载勇冠三军、天下无敌的猛将。可惜他刚正耿直，不善权谋，最终被隋文帝冤杀，埋没一世威名。虎先生点评：史万岁凭单挑定国运，一生无敌无败绩，是被历史低估的顶级武道至尊。第4名，三国正史武力天花板关羽。抛开《三国演义》神话滤镜，只看《三国志》正史，三国唯一万军取首，唯有关羽，这是魏蜀吴三方公认的汉末武力第一。正史武将记载多为骁勇善战，唯独关羽留下封神战绩。万军之中，赐颜良于马下，斩其手环，少诸将莫能当者。颜良是袁绍麾下顶级大将，统数万大军，阵型严密，护卫重重。关羽单骑冲阵，于层层重兵中斩杀主将，取首而归，敌军诸将无人敢拦。整部《三国志》仅此一例，临阵万军斩将的神迹。张飞虽为万人敌，但正史明确记载，飞亚于羽，武力不及关羽。关羽威震华夏，震慑中原，除统军之才，更依托其冠绝三国的个人武力。武圣之名，绝非演绎吹捧，而是正史实打实的巅峰实力。虎先生点评：关羽手握三国独一份万军斩将战绩，是正史认证的万人敌天花板，汉末单兵武力第一人。第3名，唐末天下第一猛将李存孝。自古武平有言，王不过相，将不过礼。这里的礼就是唐末5代第一猛将李存孝，历代单兵攻坚，单挑破阵，无出其右。李存孝为13太保之首，天生神力，武艺通天，善使重兵器，马战步战皆真化境，使在其未尝挫败，一生数百战事，单挑冲阵，从无败绩。他最传奇的战绩便是18骑攻取长安，长安重兵驻守，壁垒森严，他仅率18骑冲破数万守军防线，拿下帝都，战绩千古无人复刻。战场上的李存孝曾单人独骑对战数十员敌将，尽数斩杀，数次深陷重围，一人单挑数百敌军，冲杀突围，无人可挡。5代所有猛将遇之皆望风而逃。民间公认，论将领单兵搏杀，李存孝甚至在项羽之上。最终他遭人构陷，韩渊被车裂而死，一代战神悲情落幕。虎先生点评：将不过李名副其实。李存孝的单兵战力登顶历代武将巅峰，是冷兵器时代无解的武道战神。第2名，16国无双霸王刘裕。很多人只知道刘裕是南朝开国武帝，却不知他是正史单兵斩杀记录最高的帝王猛将，从底层小兵杀至开国帝王。他的个人武力碾压绝大多数专职武将。《宋书·资治通鉴》记载其经典名场面：早年刘裕只是普通侦察小兵，孤身探查敌情，遭遇数千叛军包围，
随行士兵全部战死，仅剩他一人身陷绝境。面对数千敌军，刘裕持刀死战，单人策马追杀溃散敌军，独斩数百人，凭一己之力击溃数千大军。纵观5000年历史，无第二人能做到单人压制数千兵马。刘裕一生征战，所有功业皆由血战拼杀而来，每逢绝境，必定逆势翻盘，近身搏杀。绝境求生能力登峰造极，是历代帝王中无可争议的武力天花板。虎先生点评：刘裕凡人之躯撼千军，绝境单兵，战力冠绝古今，稳居帝王武力榜第一。第一名千古无二，西楚霸王项羽。榜单第一名无可争议，华夏5000年单人武力第一人，西楚霸王项羽。史书千年定论：与之神勇，千古无二。史记记载，项羽身长8尺有余，力能扛鼎，天赋体魄与武道气势冠绝古今。会稽起兵，项羽孤身斩杀郡守，接连击杀近100卫兵，整府数百人无人敢动，一人震慑全场。巨鹿之战，他破釜沉舟，身先士卒，久战久捷，击溃大秦主力精锐，凭一己勇武撑起全军气势。终极封神之战，便是垓下乌江绝境。10万大军溃散，项羽仅剩28骑，面对数千汉军追兵，3战3胜，连斩汉将数名，汉军数百人，麾下仅损数人。退至乌江，他弃马步战，孤身斩杀汉军100余人，身受10余处创伤，依旧气势慑人，敌军无人敢近身，最终从容自刎。纵观华夏历史，唯有项羽能在身心俱疲、兵败绝境之下，单人斩杀数百正规军。他的力量、搏杀、气势、绝境、战力彻底拉满，人类冷兵器实战极限，是真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武神。虎先生点评：项羽不靠兵力，不靠装备，不靠谋略，仅凭绝世勇武碾压一个时代，封神5000年，是华夏历史当之无愧的单人武力值第一名。